俄罗斯刚刚进口了中国制造的超级龙门吊，未来可以被用于俄罗斯新航母的建造工作。来一起看看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放眼目前世界上一流的海上军事强国，也就是中美俄这三个国家了。这三个国家都有着庞大而先进的海上军事力量。不过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三个大国的航空母舰数量和质量可谓是天差地别。美国不用多说，所有航母全是核动力的，航母数量加起来比全世界的航母的总和还多。中国目前也有2艘航母，未来将拥有3艘航母乃至于更多。最惨的还得数俄罗斯，唯一的一艘航母故障频频，老化严重，性能落后，目前还在修理之中，什么时候能够修好也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关于新航母的建造已经被俄罗斯军方提上日程，未来俄罗斯方面不仅要造大型母舰，甚至还要搞能对标中国的075、076这一类两栖攻击舰。12月份，俄罗斯军政高层举行了关于俄航母的国防会议，总统普京亲自出席会议，表明了他对于俄航母项目的重视。在这场会议上，俄罗斯海军向普京汇报了新型航母和两栖攻击舰概念，提出要搞一型具有模块化能力的新航母两栖攻击舰，也就是说一个平台可以发展成2种舰型。不得不说这概念还挺新潮的，甚至还有先进的电磁弹射技术。不过这也是俄方的一贯操作了，每次都是展出些好看的 PPT 或者模型，都敲定什么时候要建造了，但最后的结果往往都是一拖几年不见动静，没了下文。2013年，因为法国西北风两栖舰毁单，俄罗斯就提出自己要建造两栖舰，结果到现在已经8年多了，愣是没有一点动静。虎哥认为，主要是苏联时期的大型航母造船厂都在乌克兰，加上经济窘迫原因，优先发展水下核力量等原因，这才导致俄罗斯目前没有足够能力建造两栖舰。不过现在因为中国的相助，俄罗斯建造航母一事可能会从不切实际的幻想变为现实。因为近几年随着中俄两国关系不断的深化，中俄之间达成了战略级合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的1000吨大型龙门吊将助力俄海军未来建造大型航空母舰的工程。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红星造船厂，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负责为其设计新型的巨型干船坞，目前已经完成建造。这说明俄罗斯离自建航母之路又近了一步。刚刚提及的1000吨级的龙门吊也是要在这个巨型干船坞进行安装的。根据其他媒体的公开爆料，这个干船坞长宽高达到了480乘114乘14米，可供多艘船只在此进行建造，已经是俄罗斯境内最大的干船坞了。同样是来自外媒的消息，俄方可能要使用该干船坞与中国合作建造7万吨级别的大型核动力破冰船，排水量7万吨的舰艇，这比中俄两国的现役航母排水量还大。但是仍不是这种干船坞的建造极限。7万吨级的破冰船对于这个大型干船坞而言，可以说根本不值一提。大型干船坞加上1200吨的大型龙门吊，俄罗斯建造大型舰船，尤其是军用舰船的造船能力，由此将得到一个跨越式的提升。由于中国的助力，现在俄罗斯基本上已经具备建造航母的基本条件。虽然目前的经济问题困扰俄罗斯已久，但是如果俄罗斯拿出潜艇部队经费的一部分进行航母建造，红星造船厂就可以在这个巨型干船坞内建造一艘排水量、大小和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一样的10万吨级航空母舰。至少用来造超级航母的设备是已经到位就绪了，哪怕是比航母小一些的两栖攻击舰，这座大型干船坞也可以同时开工建造2至4艘，能力非常强悍。当然，网上有一部分网友对此看法是非常消极的，认为和俄罗斯进行战略级合作就是与虎谋皮。
现阶段大型的龙门吊就是国之重器，出口给俄罗斯对中国并没有实质性的好处。虎哥认为这种看法实际上有失偏颇，中俄关系密切和相互的一系列合作都是一系列国内外综合因素影响的。现阶段美国在国际上集结其小弟，对中俄两国四面出击，进行军事、舆论、经济多方面的围追堵截，因此是美国促成了中俄进一步加深合作，中俄可以携手面对美国的压力。如果中俄之间反目敌对，恰恰就中了美国联俄抗中的计谋了。这样的话，美国就会将中俄双方各个击破。因此，现阶段需解决美国这个主要矛盾，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才是上上之策。